哇，后面来了一大群渔货啊，好像都是这个加急还是小真鲷来的，反正都是差不多的渔货，一大群的一起过来啊！哇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哥。今天的天气终于开始晴朗了啊，而且这一趟晴朗要到明天早上才刮风，所以这一趟就可以去外海捕鱼了啊。最近经常在近海捕鱼，时间太长了啊，好久没有出去外海了，好像也是今年的第一趟出外海捕鱼吧。也期待着这一趟外海捕鱼能收获多多吧。好了，把装备给整理一下，就可以出发到船上去了。天还没亮啊，但是大家都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点出发出海捕鱼的，不管是近海还是外海，都是这个时间点出发的吧。月亮都还高挂在空中呢，但是应该天也是差不多快亮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，也是跟着一起出发吧。去近海捕鱼的渔船应该会比较多，去外海来就没有几艘了。虽然说我们最近几次近海捕鱼都能捕到大黄鱼啊，但是近海捕大黄鱼太碰运气了，所以这一趟能晴朗到明天早上，肯定要去外海的好啊。现在就出发，先去给船加满油，然后加满淡水。这个应该是太阳快要升起来，这个朝霞，天空一片橙红色，看起来是挺漂亮的。此时的月亮也还在空中啊，还没日出就开始干活了。月亮都还在天上，还有星星呢，太阳还没升起来。先把船开去加油船那一边吧。现在到达加油船这里啊，加油船这里就可以加油，还可以加淡水呢，还是挺方便的。这一趟出外海，我们是自己一条船，没有跟别人约好啊，就是不知道其他的渔船有没有一起出外海过去的。不过最近的近海有大黄鱼可以捕啊，出外海的渔船应该也不会多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应该还会有一两艘去外海的。但是如果只有我们一艘船去外海的话，那就刺激了，网就随意放了。这时候的太阳才刚伸出海平面啊，海里面的日出给大家欣赏一下。日月同天啊，月亮还没下去，但是太阳也已经是升出来了。从这里开出去外海大概是要2个小时左右啊。2 hours later， 也是开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船啊，到达外海这边海水立马也就是不一样了。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渔船过来外海这边呢，所以我们赶紧找个好位置，把网给放到海里面去。没有其他的渔船，位置就任意我们放了。等到其他的渔船过来之后，我们早就把位置给站好了，挑选我们比较喜欢放的位置，把网放下去。毕竟应该也是有好几个月没过来外海了，外海的资源应该也就还行的吧，怎么放应该都有渔获的。这一次的捕鱼是分成4个网放下去啊，其中2个小网，2个大网。毕竟出来外海嘛，大条的渔获比较多，所以这一次放的大网会比较多一点，也就看大网能不能捕多一些大红斑了。等我们网快放完了，才看到有一艘渔船过来外海这边放网啊。好了，把这个标记的浮标放下去，这全部的网就放完了，然后就准备把船开到小岛旁边，先把船停泊下来，吃个早餐之后再拉网吧。就把船停泊在这个久违的小岛这旁边就行了。几个月没见，挺想念这个小岛的。没想到这边已经有钓鱼的渔船在这里钓鱼了。今天特别晴朗啊，所以准备白天的时候先拉2个小网上来。拉完之后会重新把网继续放下去，然后就又等到晚上再拉一次这个小网，所以总共加起来是要拉6个的网啊。好了，先煮一下，不知道算是早餐还是午餐吧，应该也算是吃午餐了。毕竟把船开过来，然后把网放下去，也是耗费了好几个小时。现在都中午的10点多了，午餐下去煮了，然后先喝几杯茶。午餐之后还可以再休息一会儿啊，等潮水差不多到了再过去拉网，不急呀。中午的12点出头，准备先过去拉上来一个小网啊。好了，现在机器也启动了，把前面的起网机也给启动一下，还要把固定船的船锚拉上来。第一个网也就放在这个小岛的附近而已啊，直接开过去就到了，离得也不远嘛。船锚会勾得比较深，毕竟是要固定住船只的，肯定是要固定住才行，所以要起网机才能拉上来啊。2个人想把这个船锚拉上来都很费劲啊。好了，现在就出发过去发财了呀！
今年的第一趟出外海捕鱼啊，也希望收获满满啊！今年外海的第一个小网到达位置啊，现在就把这个网给拉上来，离我们停泊那个小岛大概也就是50-60米吧。这样看着好像是挺近的啊，开过来也就是5分钟不到的船程。好了，现在就是准备开始拉网了，开始我们的辛苦劳作的赚钱时刻。第一个网比较长啊，大概是有个1700米左右。相对的，第二个网就会短一点啊，也就是1000米左右而已。但是2个网都是小网啊，因为第一个网的这个位置很久没有放网啊，感觉鱼货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网放的就比较多了。马上就来鱼货了哦。今天的第一条鱼货是一条小剥皮鱼呢。现在天气比较冷啊，所以小剥皮鱼的数量不多，价格应该还会上涨一点。这该不会估计错误了吧？2片网才上来了一条小剥皮鱼而已啊。可能天气冷了之后，小剥皮的数量少了很多，而网放的这个位置又是小剥皮活动比较多的位置，所以就没什么小剥皮鱼。小真鲷倒是来了一条啊，这一条是小真鲷，就不是加鲫鱼了。小真鲷还没加鲫鱼好卖呢，小真鲷一斤也就20块钱左右而已。这条是加鲫鱼的话就算大条了，毕竟现在这个季节的小真鲷也会比较多一点，而加鲫鱼的季节是在夏天啊。不过小真鲷拿来煮个酱油水，肉质还挺嫩的。等做晚餐的时候，也可以搞几条小真鲷拿来煮个酱油水吃下。这还是外海吗？怎么没有什么鱼货上来呀？又一条小真鲷啊，拉了5片渔网才上来了3条小真鲷跟1条小剥皮鱼。不过刚说完这边倒是连续的来了3条鱼货啊。这样子前面的5片渔网，平均每片渔网都差不多2条鱼货吧。效果也还行，又连续的来了2条小真鲷啊。春天的小真鲷就是比较多，不过现在天气还算是比较冷的啊，应该大网的时候会有大真鲷过来。又连续的来了好几条小真鲷了，这样的收获就挺不错，怎么也比前面的那几片渔网收获要好很多的嘛。你看又有了，虽然说全部都是小真鲷啊，但怎么都比没有渔货来得好嘛。连续的有渔货上来了，这边又来了好几条，轮毂那边还有一条卡住了，要把它拉上来。今天网放的位置大概是有30多米的水深，而且这是完全沉底的。毕竟白天拉的渔网渔货也不会多，但是有来这么多小真鲷也算是挺不错了。哇，这是遇到鱼群了吗？怎么连续拉这么多小真鲷上来啊？诶，加鲫也有啊，以为白天的网拉一些小剥皮就行了，没想到还拉到了这么多的小真鲷跟加鲫，这肯定下面是有鱼群的。你看，这一下子10几条吧，这一下子不就好起来了吗？还要什么小剥皮呀？来多几群这样的鱼货啊，哪里没有小剥皮好啊？又有啊，又有啊！这一会拉上来的鱼货根本就是忙不过来呀。先把这一堆10几条的鱼货解完先，然后再继续拉网吧，要不然后面又把鱼货拉上来，就根本就解不完了。这才是外海该有的感觉嘛，近海哪有这样的效果啊？小真鲷比较多啊，其中就几条这个加鲫而已啊，其他的基本都是小真鲷，也是起了过来。除了第一条鱼货是小剥皮之外，后面就没有过来了。2、3条加鲫，其他都是小真鲷了。这一条是加鲫啊，有2条长刺。小真鲷它的身形比较长啊，而加鲫它的身形比较圆，学名叫2长鲫鲷。而真鲷有的地方叫做红加鲫，也有的地方叫做加辣。基本上大多都是叫做真鲷吧，说真鲷就知道是什么鱼类了。可惜这些小真鲷价格没有大真鲷好卖啊，一斤才20块钱不到，而大真鲷一斤可以卖到40-50块钱，大条一些可以卖到60块钱呢。怎么全是这些小加鲫啊？泥猛鱼也没有。本来是这个小剥皮活动比较多的位置，却来了一堆的这个小真鲷。虽然说是总比没有的好啊，但是好歹要来一些比较值钱一点的嘛。来多一些泥猛鱼都要比这个小真鲷值钱啊，这一条也就3两到半斤之间啊。不过这边倒是连续的有鱼货上来，又是这个小真鲷吧，而且基本也都是连上了没多久啊，你看基本都是活蹦乱跳的，
网放的时间也不长啊。这一个网放在海里面大概也就是2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已啊。真鲷又来了。今天的真鲷这么多的话，应该等到大网的时候，大真鲷会来多一些的。今天的2个大网应该要等到晚上最后面才去拉那2个大网啊。毕竟大网的渔获不多，在海里面后多一些时间，看能不能捕多一些大货上来。今天外海这边的海水看起来是挺通透的，虽然不是很蓝色啊，但是也是很接近了。估计是最近近海的海水流到外海这边的偏多，所以就导致外海的海水就偏绿色一点。哇，后面来了一大群渔获啊，好像都是这个家级还是小真鲷来的，反正都是差不多的渔获，一大群的一起过来，哇！外海的感觉立马就感觉到了。你看这一堆10几20条有的吧？有1条香头，1、2条这个家鲫鱼，其他的都是小真鲷啊。后面还有啊，还在拉上来。本来这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啊，没想到在尾声的这里还遇到了这么一大群渔获，连小剥皮也来了1条啊，这一个网的第2条小剥皮鱼。然后这一个网也是拉完了，先把网拉上来先。把这个完全拉上来之后，再去前面解这一堆渔获吧，有个10几20条，慢慢解也是要一段时间的，毕竟还要再拉一个小网呢。这边就慢慢的把这些渔获给解出来，我也去帮忙解了，解完再去拉下一个网啊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然后下一个网的视频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吧，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，我是南澳岛彪哥，喜欢看真实捕鱼视频的朋友也请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